你是不是也曾在凌晨3点突然醒来，看着空荡荡的房间，眼泪止不住的流，因为你突然意识到，那个你最爱、最想念的人，走后竟然一次都没有来过你的梦里。为什么连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毫无交集的普通朋友都能轻易梦见他，唯独你这个爱他最深、为他付出最多的人，却连他的一片衣角都等不到。你开始疯狂的内耗，是不是告别式上哪个环节没办妥当？是不是他还在生你的气？这种见不到面的委屈和遗憾，就像一根生锈的钉子，死死扎在心里，怎么拔都痛。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可能会彻底颠覆你认知的佛学真相。看完今天的内容，你会明白，他不入梦，其实隐藏着天地间最深情、最慈悲的逻辑。内容的最后，我还会教大家3个非常简单，你现在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小改变，让你彻底放下自责，收获前所未有的释然与平静，并把无尽的遗憾化作对他最圆满的超度与祝福。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都能轻易出现在你的梦里？可是那个你日夜思念、最想见到的人，却连在梦里都不肯来看看你。很多朋友在失去挚爱之后，总会在深夜里默默流泪，心想是不是他已经把我忘了，还是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不好。这份见不到面的遗憾，就像一根刺，深深扎在心里，怎么拔都痛。没有梦到他，其实这是天地间最深情的一种告别。弘一法师曾说，这世间的一切都不过是因缘和合。他不入梦，背后其实藏着一个你从未想过的慈悲逻辑。在佛教的深层经典里，关于梦境的来源有着非常细致且透彻的解析。一般来说，我们的梦境大致可以分为3种来源。第一种是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佛教称之为意识的残影。当你白天极度思念一个人，或者心里压抑着巨大的悲伤没有释放，这些情绪就会沉淀在你的潜意识里。到了夜晚，大脑防御机制放松的时候，这些思念就会化作梦境里的零碎画面。这其实是你自己心念的投射，是大脑在试图抚慰你受伤的心灵。第二种是前世今生的业力与因缘，在你的梦境中显化。有时候你会梦见一些从未去过的陌生场景，或是明明不认识，却在梦里感觉无比熟悉的人。从佛法的角度来看，这往往是阿赖耶识里储存的过去生记忆，在某个特定的因缘下被触发了。阿赖耶识就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超级记忆库，它记录着你生生世世的所有念头和行为。而第3种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核心，也就是真正的亡灵托梦。那为什么偏偏这第3种情况，也就是我们最渴望、最期盼的亲人托梦，却这么难发生呢？为什么别人都能梦到，唯独你这个最爱他的人，却连一个背影都等不到？弘一法师曾经在开示中提到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他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而所有的离别都是因缘的自然流转。放下才是究竟的解脱。在佛教的宇宙观里面，生命的结束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消失，那只是一具老旧的肉体皮囊不堪使用了，而灵魂需要换一件衣服，转换到另一段全新的旅程。佛教有一个概念叫做中阴身，也就是人离世后还没有进入下一个轮回之前的过渡阶段。这个中阴身的阶段，通常就是我们民间习俗里常说的做七的那49天。很多家属在长辈往生、办理丧事的时候，一定都经历过这段时间。
家属们会在灵堂前诵经，每逢7天就要做一次法会。但很多人其实并不明白做七的真正佛学意义，以为只是照着传统走个过场，甚至在诵经的时候，眼泪滴在经书上，一边念一边在心里哭喊着：“你快回来啊！你不在了，我该怎么办？”其实，在这个过渡阶段，灵魂的状态会完全取决于他生前的业力，以及临终时家属给他的反馈。如果一个灵魂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愤恨、不甘，或者对世间的财富、对阳世的亲人有着极度强烈的执着，他的灵魂就会变得非常沉重。这种沉重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于生者的拉扯。你想想看，当亲人的中阴身还在徘徊，他看到你每天在牌位前痛哭流涕，看到你拿着一对飞杯跪在地上不停地掷飞，非要问出个你有没有吃饱，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的答案。甚至有些家属因为不肯接受现实，到处去公庙里问事，花大把的钞票去寻找所谓的通灵人，企图把亲人的魂魄叫上来对话。这种强烈又痛苦的思念，在佛法看来，就像是一条无形的铁链，亡者原本可能已经要走向光明的善道了，却因为听到你的哭喊，因为看到你过得那么痛苦，他的心升起了牵挂。这种牵挂和执念会让他困在原地，不断的徘徊，甚至会因为太过痛苦而试图透过托梦的方式向生前的亲人求救，或是交代那些无法放下的未了心愿。但是，如果你深爱的那个人，他在离世的时候，内心是善良的、纯净的，他明白人生的缘分已经圆满，他对你虽然有爱，但没有那种自私的绑架与牵绊，那么他的灵魂就会变得非常轻盈。这种轻盈的灵魂不会在阴间滞留太久，他会非常顺利的、毫无阻碍的进入下一个美好的轮回，或者是往生充满光明的善道。也就是说，他不来你的梦里找你，是因为他已经达到了心经里所说的最高境界，心无非爱，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为了解释这个境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这就像是一个在狂风暴雨中乘坐着破旧小木船，终于惊险渡过湍急河流，安全踏上彼岸的人。此刻的彼岸，阳光普照，繁花盛开，再也没有风雨的侵扰，也没有疾病的折磨。既然他已经安稳地抵达了这个充满光明的世界，他又怎么会再回过头去那茫茫的、充满痛苦的江水里寻找当初那艘载他渡河的破木船呢？他之所以不回头，恰恰是因为他知道那艘船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不入梦，绝对不是因为他无情，更不是因为他忘记了你。在灵魂的维度里，真正的爱是不会消失的。他不来，是因为他的灵魂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安宁与超脱。他现在过得很好，他已经不需要再透过虚幻的梦境来向你传递任何沉重的信息。很多人会因为梦不到亲人而感到深深的自责，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是不是在告别式上哪个礼仪环节没有办妥当，或者是烧的纸钱不够多，才让亲人不愿意回来。请你现在立刻停止这种自我内耗，你必须明白，没梦到他，其实这正是天地之间传来的最好的消息。这代表他已经没有痛苦了，他已经放下了人间的沉重包袱。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应该为他的解脱感到高兴，而不是用你的眼泪和执念去试图把他重新拉回这个充满苦难的人间。他的不入梦其实是对你最深情、最无私的成全。为了让大家更深刻地体会什么叫做执念的牢笼，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发生在宋朝临安城的真实公案。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份不肯放手的缩影。在当时繁华的京城里，有一位极具天赋的顶级调香师，大家都称他为苏大师。苏大师的调香技艺出神入化，他调制出来的香不仅气味高雅，甚至能安定人的心神，连皇宫里的王公贵族都必须排队重金求取。苏大师有一个无比恩爱的妻子，名叫婉儿。婉儿温柔贤淑，是苏大师生命中所有的灵感来源。他们夫妻俩常常在冬日的雪夜里并肩坐在红泥小火炉旁，一起研磨香料，一起品茶赏雪。他们曾经共同调制出一款名为雪中春的绝世好香，那香味清冷中带着一丝温暖，就像是他们爱情的写照。苏大师曾经以为这样神仙眷侣般的日子会一直延续到两人都白发苍苍，在院子里一起含饴弄孙。可是佛经里常说成住坏空，世事无常这4个字往往来得猝不及防。他从不会因为你多么善良，多么相爱而手下留情。就在苏大师人生最美满，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婉儿突然感染了一场疾病，病情来得极其凶猛，连京城最好的大夫都束手无策。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婉儿就在苏大师的怀里轻轻地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婉儿离世的那一天，苏大师的世界彻底崩塌了。他没有哭闹，只是呆呆地坐在婉儿的床边，握着她渐渐冰冷的手，整整3天3夜滴水未进。亲戚朋友们来劝他，告诉他死者已矣，生者要节哀顺变，但他一句都听不进去。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总觉得婉儿只是睡着了，明天早上醒来依然会对他说温柔的笑。当现实的重量终于压垮他的理智时，这位曾经温文儒雅的调香师彻底陷入了疯狂。他开始不计代价地寻找能够让死者复生的方法。他翻遍了家里所有的香谱残卷，走访了无数的深山古刹，终于让他在一本极度破旧的西域古籍里找到了一种名为返魂香的禁忌配方。传说中，这种返魂香极其霸道，只要在深夜的密室里点燃这炷香，香气就能穿透阴阳两界的阻隔，让逝去的亲人顺着那缕青烟实实在在地来到你的梦里，甚至能让你在恍惚中看见他们的魂魄。为了调配出这传说中的返魂香，苏大师散尽了所有的家财，他变卖了祖传的宅邸，遣散了所有的仆人，只为了买来世间最稀有最昂贵的香料，像是千年的沉香、极品的龙涎香，还有无数叫不出名字的异域毒草。他把自己死死地关在一间狭小且密不透风的屋子里，他用厚厚的黑布蒙住了所有的窗户，不让一丝阳光透进来。屋子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铜炉，他日日夜夜地在炉火前熬煮调配。那间屋子因为长时间的燃烧和熬煮，整天弥漫着刺鼻呛人的浓烟，那气味既苦涩又浑浊，早就没有了昔日调香大师的高雅。浓烟呛得他眼泪直流，剧烈的咳嗽，甚至咳出了血丝。有时候他在毒烟的熏染下产生了幻觉，仿佛看到婉儿的衣角在烟雾中飘过，他便发疯似的扑过去，结果抱住的只有冰冷的空气，但他依然死死地盯着那袅袅升起的烟雾，生怕错过了婉儿哪怕1秒钟的身影。可是1天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他在这乌烟瘴气、暗无天日的房间里耗尽了所有的心血和健康。他变得越来越憔悴，原本乌黑的头发变得花白，整个人骨瘦如柴，双眼布满了血丝，
像个在幽冥中游荡的野鬼，但他却连一次，哪怕就那么短短的一瞬间，都没有在梦里见到过婉儿的身影。每一次他在浓烟中昏睡过去，梦见的都只是一片无尽的黑暗和虚无。苏大师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与癫狂，他跪在满是灰烬的地上，用力地捶打着胸口，对着满屋子的浓烟痛哭失声。他的声音嘶哑而破碎，他不断地问着：婉儿，为什么我付出了所有，你却连在梦里都不肯回来看我一眼？难道你真的这么狠心，把我彻底忘记了吗？他把自己困在了永远醒不过来的噩梦里，他以为自己是在爱婉儿，但他却没有意识到，真正让他痛不欲生，让他形容枯槁的，其实早就不是婉儿的离去，而是他自己亲手点燃的。那满屋子名叫执念的浓烟，他用这股浓烟建构了一座没有门的监狱，把自己死死地锁在里面，拒绝接受无常，拒绝让生命继续往前走。大家听完苏大师的故事，可能会觉得那是发生在宋朝的传说，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太遥远了。但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这种名为执念的浓烟，在我们现代繁华喧嚣的都市里，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一种更隐蔽、更令人心碎的方式，无处不在地蔓延着。我们每个人在失去挚爱的时候，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把自己关在密室里熬煮返魂香的调香师。我认识一位40多岁的大姐，我们就叫她林姐吧。林姐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3年前的一个下午，林姐的母亲去黄昏市场买林姐最爱吃的虱目鱼，打算晚上给她煮鱼汤补补身体，却在回家的路上突发心肌梗塞，老人家倒在人行道上，连一句遗言都来不及交代，就永远离开了。那天下午，林姐因为在公司开会，把手机调成了静音，错过了医院打来的2通紧急电话。当她赶到急诊室的时候，看到的只有一块冰冷的白布和旁边散落一地的已经变味的菜叶。那2通没有接到的电话，成了林姐这辈子最深最痛的内疚。在守灵的那几天，亲戚里的一些长辈在旁边叹气说：哎，见不到最后一面，老人家走得不安心啊。这句话就像一把刀，狠狠地插进了林姐的心里，让她彻底陷入了自责的深渊。从母亲离开的那一天起，林姐的时间就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永远地停滞在了那个下午。她拒绝了所有人帮忙整理母亲遗物的建议，她不肯丢掉母亲的任何一件衣服，房间里的摆设，甚至母亲梳妆台上那只只用了一半的口红，床边那双穿旧了的室内拖鞋的位置，都跟3年前一模一样。他甚至不允许家人打开母亲房间的窗户，生怕风一吹就把母亲残留的气息给吹散了。他开始频繁地去各地的庙宇拜拜，点光明灯，参加各种超度法会。只要听到哪里的师父灵验，他不管多远都要去求签问事。他甚至听信了一些民间的偏方，在半夜里偷偷在十字路口烧纸钱，一边烧一边哭着喊母亲的名字。为了求得母亲入梦，林姐还开始疯狂地抄写《地藏经》。每天晚上，她跪在佛像前，一边哭一边抄，泪水常常把墨迹都晕染开了。她以为这样是在帮母亲积功德，但她的起心动念其实充满了强求。佛教常讲无所求，当带着强烈的交易心理，我这么虔诚的抄经，你为什么还不来我梦里去修行时，其实不仅没有功德，反而加重了自己的我执。但最让人心疼，也最让人感到窒息的是林姐的一个秘密习惯，她每个月都坚持去电信门市
缴纳母亲那只旧手机的月租费。他每天晚上都会把那只手机充饱电，放在母亲的枕头旁边，然后当深夜降临，全家人都熟睡之后，林姐就会独自坐在黑暗的客厅里，拿着自己的手机，对着那个再也不会亮起的号码，传了一则又一则的讯息。第一年，她的讯息充满了崩溃与哀求。她总是问：妈，今天天气变冷了，你多穿点好吗？妈，我真的好想你，我快要撑不下去了，拜托你，今晚来我的梦里看看我好不好？只要一眼就好。第二年，她的讯息变成了巨细靡遗的生活报告，仿佛母亲还活着一样。她说：妈，今天小宝考试考了100分哦，他也很想外婆。妈，我今天路过你最爱去的那间面包店，但我不敢进去，我怕我会忍不住在路边大哭。妈，我今天做了你教我的那道菜，可是怎么煮都不是你的味道。第3年，他的讯息只剩下深深的自我怀疑与绝望，他无力地打下字：妈，3年了，你为什么一次都不肯入梦？是不是你还在生我的气，气我那天没有接电话？你是不是永远都不想原谅我了？可是，无论他传了几百则、几千则讯息，屏幕上的状态永远都冷冷地停留在刺眼的2个字：未读。他就这样每天对着空气说话，每天在未读的巨大失落中痛哭到天明。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和情绪崩溃，林姐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她在工作上频频出错，差点被辞退。她的丈夫因为无法忍受家里常年弥漫的低气压，无奈之下对她说：你这样下去，我们活着的人都要被你逼疯了。最终与她分房睡，连她的孩子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在家里大声笑，生怕触动了妈妈的神经。这其实就是现代版的点燃返魂香。林姐并没有在熬煮香料，但她却用那无尽的思念、深深的自责以及不肯放手的执着，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悲伤牢笼。她活在了过去的幻影里，忽略了身边还活着的、真实需要她的家人。她以为这样紧紧抓着不放，就是对母亲最深的爱，却不知道这种爱已经变成了一种互相折磨的束缚。佛法里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只旧手机，那些未读的讯息，其实都是林姐自己创造出来的相。她沉溺在这些相里，以为抓住了这些就能留住母亲，这恰恰是世人最深的愚痴。直到有一天，命运跟林姐开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玩笑。那天正好遇上梅雨季，晚上下着倾盆大雨。林姐像往常一样准备给母亲传通讯时，因为精神恍惚，不小心将自己的手机掉进了装满水的洗脸盆里，手机瞬间屏幕黑掉，严重宕机。因为林姐从来没有备份资料的习惯，当她慌乱地把手机擦干，用吹风机疯狂地吹，试图重新开机时，发现里面所有的通讯记录，包括这3年来传给母亲的几千条讯息，瞬间全部被清空了。那一刻，林姐的世界迎来了第2次崩塌，她连雨伞都没撑，像疯了一样冲进大雨里，跑遍了附近所有的通讯行。她全身湿透，头发狼狈地贴在脸上，跪在通讯行的柜台前，拉着维修人员的衣服嚎啕大哭。他歇斯底里地求着对方帮忙把资料救回来，求求你们，花多少钱都没关系，那是我的命啊！没有了那些讯息，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维修人员都只能无奈地摇头，告诉他主机板已经烧坏了，资料再也救不回来了。林姐瘫坐在积水的骑楼下，看着黑掉的手机，觉得自己好像把母亲又弄丢了一次。她
她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惧，仿佛生命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被彻底折断了。但是瘫坐在雨中的林姐当时并不知道，这看似无比残酷，把她逼上绝路的意外，其实是上天，或者说是她母亲在天之灵的灵魂给了她一次最深刻、最慈悲的棒喝。这是一场不得不经历的破坏，是宇宙在用最剧烈的方式帮她斩断那根名为我执的毒藤。因为如果不彻底砸碎那个困住她的手机屏幕，不强行清空那些充满执念的文字，她就永远没有机会抬起头来看看真实的世界，永远没有机会迎来真正的觉醒与重生。就在那位宋朝的调香师最绝望，生命之火几乎要被浓烟彻底扑灭的时候，一位云游的禅师经过了他的门前。这位禅师没有敲门，也没有说什么深奥的大道理，他听着屋内微弱而痛苦的咳嗽声，眉头微皱，随后直接抬起脚，用力地踹开了那扇被黑布封死、紧闭已久的木门。接着禅师大步走到窗前，一把扯下那些厚重的黑布，用力推开了所有的窗户。瞬间，外面的清冷秋风如同洪流一般灌了进来，屋里那些呛人、苦涩的浓烟在清风的吹拂下迅速消散。一轮皎洁、明亮的满月高高地挂在夜空中，那银白色的月光把原本乌烟瘴气、暗无天日的房间照得无比清透亮丽。调香师被突如其来的强光和冷风刺激得睁不开眼，他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贪婪地呼吸着久违的新鲜空气。禅师静静地站在月光下，看着倒在地上的调香师，语气平静，却带着雷霆万钧的力量。禅师说：“你看看这满屋子的灰烬，再看看外面的月亮，你的屋子里塞满了你自己制造的浓烟，连真正的月光都照不进来，他又怎么找得到回家的路呢？你以为你舍不得的是他，其实你舍不得的是你自己付出的深情。花开花落是天地间最自然的生灭，你硬要把一朵已经枯萎的花粘回枝头上，不仅花不会活，连那棵树都会被你折腾死。困住你的从来都不是他的离去，而是你拼命想见他的那股名为执念的浓烟啊！”调香师愣住了，他顺着禅师的手指看向窗外，那轮明月是如此的安静、包容，仿佛妻子生前温柔的目光。他突然明白，佛家讲的缘起性空，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妻子从未离开，他的爱一直像月光一样普照着他，是他自己点燃的执念浓烟遮蔽了这份爱。那一刻，调香师放声大哭，但这一次不是绝望的哭泣，而是释然的泪水。这段跨越千年的对话，同样也是说给现代的林姐听的。当林姐瘫坐在大雨中的骑楼下，看着手里那只彻底报废的手机时，她原本以为自己失去了一切，但就在那一刻，一阵冰凉的夜风吹过，让她混沌的大脑突然有了一丝清明。她抬起头，看着街道上匆匆来往的行人，看着对面面摊上冒出的热气，看着万家灯火中那些平凡而真实的生活景象，她突然在心底听到了一个极其微弱却无比熟悉的声音。那不是手机里发出的声音，而是从她自己内心深处涌现的。那个声音带着母亲一贯的慈祥与温柔，轻柔地对她说：“傻孩子，我不保存在那只冰冷的手机里，我也从来不在那2个未读的字眼里。妈妈早就不痛了，你怎么还在哭呢？我一直都在你的心里啊。”林姐突然浑身一震，是啊，这3年来，她把母亲的爱具象化成了一只旧手机，具象化成了房间里不能移动的拖鞋，
具象化成了那些厚厚的一叠抄完的经书。他以为只要守住这些物品，就是守住了母亲。当手机当机，那些未读的讯息被迫清空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天，或者说是不忍心看他继续受苦的母亲，狠狠地帮他推开了心里的那扇窗户。我们总以为紧紧抓着逝者的遗物不放，每天以泪洗面，每天对着照片诉说哀愁，就是对亲人最深的爱。我们甚至会有一种病态的幸存者内疚，觉得如果我今天笑了，如果我今天出门去吃了一顿大餐，如果我跟老公恢复了正常的夫妻生活，如果我放下悲伤开始新的人生，那就是对死去亲人的背叛。我们会觉得他都已经不在了，我有什么资格快乐？但《金刚经》里的智慧却温柔地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对爱最大的误解。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执着，不是捆绑，更不是两败俱伤的互相折磨。真正的爱是成全。请你想一想，那个生前那么疼爱你的人，他连你受一点点委屈都会心疼半天，他宁愿自己不吃，也要把最好的鱼肉留给你。现在他虽然脱离了肉身，但他如果看到你为了他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看到你日渐憔悴，每天在黑夜里哭泣，甚至因为他的离去而冷落了身边的伴侣和孩子，他的灵魂会感到安宁吗？他会走得放心吗？你的眼泪和执念就像调香师屋子里的浓烟，只会让他的灵魂在远方感到无尽的担忧和沉重的牵挂。这无形中等于是你用眼泪阻碍了他前往更好境界的道路。放下绝对不是遗忘，更不是背叛。这两个字在佛教里的真正含义叫做如实知见，随缘任运。也就是你终于在心底清清楚楚地明白，他已经圆满了这一生的人间功课。人间这个学校，他毕业了，他交出了考卷，脱下了名为肉体的制服，去到了一个没有病痛、没有烦恼，只有无尽安宁的更好境界。既然他已经毕业去了更好的地方，我们作为留下来的人，难道不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和祝福吗？当你愿意停止哭泣，当你愿意在清晨拉开窗帘让阳光洒进来，当你愿意好好为自己煮一顿热腾腾的饭菜，只有当你愿意推开窗，让自己的心重新平静下来，那份超越生死的爱才会像清澈的月光一样，永远照拂在你的心底。你会慢慢发现，思念其实可以不用那么痛。当你不再强求它在梦里出现，当你不再执着于那些有形的物品和讯息，你会进入一种更深邃的连接状态。你会在早晨微风拂过脸颊的时候，感觉到它在拥抱你。你会在吃着他曾经教你做的那道菜时，感觉到他在对你微笑。你会在帮助别人做出一件善事的时候，感觉到他的力量正在透过你的双手传递。他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只是化作了你生命里的一部分。他的爱融入了你的血液，成为了你面对未来生活的勇气。这才是生者与逝者之间最美好、最健康的关系。你的释怀，你的微笑，你过得幸福安康，就是你能给他，也能给自己最伟大的一场超度。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明白了不入梦是最好的安顿之后，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才能真正把那股名为执念的浓烟散去呢？今天我想教大家3个非常简单，你现在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小改变。第一个行动是睡前3分钟的观心回向。从今天开始，睡前不要再苦苦哀求对方入梦了，请你安静地坐在床边，闭上眼睛，深呼吸，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一句
我知道你现在过得很好，我为你感到高兴。我放下了，请你安心修行，把强求的念头转化为深深的祝福。这份善念，他一定能接收得到。第二个行动是空间的微断舍离。我们不需要一次清空所有的遗物，那太痛苦了。但请你试着找出一件逝者的物品，好好的跟这件物品道谢，然后把它收进柜子深处，或是捐给有需要的人。整理一件物品，就是在你的心房上推开一条让月光照进来的缝隙。第三个行动是以爱之名的小善举，这是我认为最棒的思念方式。明天出门的时候，你可以用他的名字去做一件微小的善事，比如把买东西找的零钱投进捐款箱，比如喂食街边的流浪小猫，又或者只是对着一个需要帮助的陌生人微笑，然后在心里说，这份功德回向给你，把对他个人的私爱转化为对世间的大爱，这是你能送给他最珍贵的礼物。生命其实就是一场缘分的流转，有时候我们以为永远失去了某个人，但其实他只是化作了微风，化作了细雨，化作了夜空里最亮的那颗星，用另一种方式默默地守护着我们。不入梦是因为他已经在更好的地方安顿下来了，他把所有的平静带去了彼岸，把爱留在了你的心里。我们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过完这一生。你的释然与平安，就是给他最圆满的礼物。各位朋友，真正的爱早就超越了生死，超越了肉体与时空的限制。只要你心里还有爱，那份牵挂就会转化为光芒，它就永远不会真正离开。此刻，如果在你的心里也有一位深深思念却再也没有入梦的亲人，我想邀请你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他的名字，或者一句你最想对他说的祈福语。你可以写下，愿你在彼岸安好，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当我们成千上万的善念与祝福在留言区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一股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这份充满慈悲的温暖力量，不仅能疗愈我们自己的内心，也一定能穿越虚空，照亮他们所在的地方。相逢即是善缘。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为你的内心带来了一丝平静与力量，诚挚地邀请你点击按赞与订阅这个频道，与我们一起在喧嚣的世界里寻找心灵的归宿。你的每一次支持与分享，都能让这份温暖的佛学智慧传递给更多在黑夜中独自流泪的人，帮助他们走出执念的浓烟。愿我们都能推开心里的窗，让皎洁的月光照进来。感恩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